OK， 我们今天呢给它去设计一个高层次的一个裁剪，它长度呢会有剪到我们这个下巴以下，那这个高层次也是我们生活中非常多的一款。那我们裁剪方式呢是比较简单的，可能就1-2个单一层次就能搞定。OK， 我们从刘海区开始，分一个中心线出来，然后把它前后分开。那这种发型如果说你会剪的话呢，在生活中很多发型师剪出来它都会非常的商业，操作比较简单，可能需要有一点控制力。我们可以把头发的前后分开，我就把它分一个这个侧中线就可以了。然后中心线跟侧中线两条线分好就可以了。来，我们转一下，这就是我们一个分区，非常简单。中心线，然后一个侧中线。我会从我们前部分开始，先设定我们刘海长度。那首先我要的不是它的就是刘海的整个长度，是先要有一个引导线。那我们会先拿出一束头发出来，找个引导线，引导线是在我们鼻尖的位置啊。那我们可以先剪一刀。那在鼻尖的长度找到以后呢，这个只是上面头发的一个层次的长度而已，它并不是我们最后要的一个刘海的长度，刘海肯定是要短的。所以我们以这边头发为引导，我们可以先开始分一个垂直的分区，从这里开始，找到我们刚才剪过的地方做引导，直接输出来就可以了。先剪一刀，好，不要剪多，再随着头型，手带有圆弧度，慢慢的往上走，剪成一个接近一个随头型的一个感觉就可以了。那这样一剪完呢，这里头发呢，它就会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。那这个长度是非常长的，那我们要的并不是这个长度啊。好，继续。第二边头发呢，我们会把它分到我们这个鬓角的位置，因为它的发量不是很多。也是用相同的方法，将头发呢往前带一些，找到我们引导线，从一个水平逐渐提升，手位带有圆弧度，手位一定要带有圆弧度，从这里开始还是一样。好，这边头发呢也是一样的方式，这样头发呢我们可以稍微的拉至水平，我们也是从低开始逐渐提升起来，慢慢的剪到我们头顶区，这里都是带圆弧度的。好，鼻子剪的侧区也是一样，把头发直接水平拉出，先剪一刀，再随着头型往上走，慢慢剪到头顶区。好，那我们很快速的就会把这个地方的一个轮廓线给它做出来，它是一个很均匀柔和的一个感觉。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那我们以这边头发做引导，相同的方式，先将头发拉到前面来，找到引导线，再跟随头型往上走。它一定要记住，剪这种头发的时候呢，不能摊剪，就是不能一刀把它剪完，它一定是慢慢的随着头型走的。每边头发的宽度呢，裁剪的时候不要超过2公分，都是在1公分多一点点。好，我们还可以分细腻一些，先设定长度，再随着头型慢慢往上走，一直剪到头顶区。好，分到我们这个鬓角的位置就可以了，也是一样，先往前带一些。好，先来一刀，再随着头型往上走，剪到头顶区就可以了。最后一片头发呢，我们可以再分一下区。
把这个头发也是一样，拉到接近水平的位置，逐渐往上走啊。慢慢的往上走就可以了。那我们这种剪法呢，就需要你有一定的控制力了，控制力不够了，可能就达不到了。最后一边头发也是一样，先拉到接近水平，先来一刀。这边呢也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柔和感。OK， 那我们这两边前面头发一剪完呢，这两边的感觉呢，它都是一个内扣的一个随头型的一个鬓角的感觉。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把刘海的长度给它去剪出来。那因为我肯定不要刘海这么长的，就是我们先用一个长度去做一个引导线，把它的一个整个层次先剪好。剪完以后呢，我们再把它的一个刘海的长度单独做出来。那我会从头发正中间开始，单独来剪刘海，从这里拿出一束头发，把这束头发呢水平往前带，单独设定我们长度。这里刘海长度呢，我会设定在接近我们鼻中左右的位置，因为等会它往上弹一些啊，鼻中左右的位置就可以了。那以刘海的长度为准，做一个圆弧度的裁剪，这个是边缘层次。好，继续。那我们剩下后面头发呢，我们可以稍微的划一点点 C， 慢慢的就给它划下来。慢慢给它划下来就可以了。就一定要看到这里头发的形态呢，它是这样圆过来的，有了这个圆弧度就可以了。好，另外一边，现在我们会看到挡眼睛。等我吹干以后呢，它一定会弹起来，所以我们不用担心它的长度，长了干嘛的？长没事，就怕你剪短。这里也是一样，你看。好，我们会看到刘海钻剪完以后呢，这里会有一点连接的地方，这边也是一样，往下滑 C， 抬头，滑 C 完以后呢，我们往前带，把这地方呢做个轻微的连接，很少的连接啊，做一点点就可以了，再把它放下来。这样剪完以后呢，它这里呢，它就会把它全部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轮廓线连下来，这样前部分的头发就搞定了，是蛮简单的。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玩后区。后区头发有两种方式，一种可以从中间开始，一种是可以从侧面开始，看你喜欢哪一种。两种都可以。那我们也可以把后面头发呢，直接先设定一个底线，以两侧头发长度为准，都可以。那我今天想从头发的正后面，从正后面开始。来，我会从正后面起一个引导线，正中间，然后呢，从这里开始，拿住头发做引导，直接把它梳起来，垂直拉高。手位还是一样的，略微的带一点圆弧度，以这里头发为引导，去走一个随头型就可以了。随着头型走就可以了。一定要把头发梳干净，一直剪到我们剪不到了为止。那这里的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很慢啊。好，先把这边头发引导线先做出来。来，你会看到现在这里头发很长，长不用去管它，很多人长线就把它剪短，那是有问题的啊。然后再从这里开始划分斜向前的一个分区，一样，把这个头发呢还是用相同的方式直接拉起来，从高，随着头型。那我们有些头发是贴在手臂上的，就贴在手指上，它不会很好控制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慢。相对来说，这种剪法呢还是比较简单的，均匀的把它做出来就可以了。好，继续，从这里开始划分下去。
好，底下拿不到的我们可以不用去管它，也是一样，直接角度拉高，随着头型往下走。首尾一定要带有圆弧度，因为只有带有圆弧度的头发呢，剪完以后呢，还不会有切口。好，一样的方式啊，一样的方式，剪到这边来，所以我们可以跟随头型走。把这个角度呢，依然是拉高。那我们有些时候剪头发呢，就剪的一刀就给它全部剪完了，那肯定是有问题的。所以我们剪的时候呢，一定是慢慢的下来。剪完以后，整个层次都是很均匀的。最怕的就是我们剪这种高层次，剪出那种水母的感觉，是头顶大，下面小，它就很丑了。那一定是它的宽度是接近的，除非是你剪那种很酷的那种感觉。到了我们耳朵上面这片头发呢，不要跟下去了，跟下去的话，很容易会把这个区域头发剪短。好，这边的就全部完成。那我们会看到这个头发呢，它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感觉过来，但这并不是我们要的。我们现在只是在做一个什么？做一个层次的裁剪。开头，现在你就会看到一个非常好的这种柔和感的一个高层次，也就所谓的狼把。另外一边还是一样，从头发的正中间开始，先拿出那边的头发做引导。把这些头发呢，依然是角度拉起来，随着头型，要清晰的看到引导线啊。好，一起的边线就可以了。把这个头发拿开，从这里开始啊。下面头发我们拿不到的，我们就不要拿。有一句话叫一口吃不掉个大胖子。一定要把头发从根给它梳均匀了以后再去剪，不能乱七八糟的在我们手上。本身剪这种头发就很容易会把我们头发剪乱掉，就剪懵掉，因为圆形是比较难控制的一个技术形体，很多发型师是剪不好的。所以剪这种头发的从理解力来说它很简单，但从控制力来说它还是有点难度的，难度系还是蛮高的。慢慢剪到下面就可以了，不要跟随下去了。一样的，看到这种头发的感觉出来。这个区域也是一样，还是一样的，先拉起来。等于我这样从那边剪过来，从这边剪过去，刚好全部给它连接起来了。这边也完成。那如果说，假如说你喜欢这种感觉，那我们也不用管它，就这样就可以了。但是我肯定是不喜欢，因为现在感觉给我的感觉呢，就是后面这里拖得太长了啊，在生活中这种感觉也是很少的，所以我一定要做一个步骤是什么？把这里头发去给它去剪短一些，包括刘海这里，等会我要看里面要不要做一些去除，还是感觉这个地方有点重了。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，
后面再做最后一个步骤，这头发就完成了。因为刚刚呢剪完了以后呢，刚刚呢剪的时候，我们剪完以后呢，这里的头发呢是很长的，是因为我们随头型的时候随下来的时候是跟不下来的，因为90度，这里90度在这里，那这里的90度一定是在这里，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内收的手法来控制这个面。把头发中分开，直接用的三角形，从头发的正中间开始，一样，我们来做最后一个收尾的动作，这个就剪完了。把这边头发呢，直接拉到我们垂直黄金点的位置，从这里开始，手关就是我们向内收，就是刚才是拉高的，那我手指是向内收的，那这样子呢，就可以很好的就把我们底线的长度就给它去收短，底线就不会那么长了。好，那这一剪完以后呢，这里呢就被我们剪短了，就再做这一个步骤就可以了。每片头发都是一样，其实没有去改变掉上面的层次，只是把我们后部区这个地方多的地方呢，去给它做了一个收紧的步骤。好，慢慢的随着头型下来。剪到我们剪不到的为止就可以了，接着这种碎碎的感觉，就是拨打过去，好，到我们的耳后的位置，还是一样，这个头发呢，我们往后稍微的靠一点点，你往后靠一点呢，这两侧就不容易会被我们剪短掉，你如果不往后靠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头发很容易会被我们剪缺掉的，啊，这样就可以了。一直到前面来看看有没有要剪到的，没有就不用管它。这里就没有剪了，就是我们可能就在后面能剪到一些，这里估计就没有得剪了。那我们现在看到后部区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弧度，现在就会看到这头发呢，后面的一个这种形态就全部呈现出来了。另外一边，我们可以从底下往上走，斜向前，从底下往上走，直接把这个头发拉出来，找到我们刚才那里的引导线在这里，那就从这里开始，一定要看到引导线啊，看到引导线不要动刀。慢慢的往上拉。好，继续斜向前。这里很容易剪重，所以我们不要往后靠太多，也是找到我们引导线的位置。逐渐的提起来就可以了。好，一直剪到也是剪不到的为止就可以了，还是一样。慢慢的随着头型往上来。耳朵上面这里的都是用这个手法，再往后带一些，达到我们引导线的位置。这边呢也完成。然后有了这些步骤以后呢，我们来设定我们想要的一个底线的长度。那底线长度呢，如果说你不想要让这么长，那我们也可以剪短一些，看你自己了。我通常会找到我们这个骨头这个位置，直接把这个头发呢全部梳顺下来，直接梳顺下来以后呢，以骨头这个位置做个点剪，这种虚虚的就全部被我们剪掉了。这里也是一样的，顺着往下梳，一直剪到我们的耳后的位置，梳顺下来，做点剪就可以了。OK， 那我们这样全部剪完以后呢，我们会看到这里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饱满度。
但形态全部都出来了，它是非常商业漂亮的一个短发。那我们还有一招，就是假如说这个地方头发特别多的，那我们还可以用一个手法，就在这内侧，我们做一个这种大锯齿的分区，把内侧的亮感我们可以把它去一下，就是不要让这个头发内侧拱在一起，就这个位置。我们可以分个这样的一个 W 的分区，不用分得太过于的规则。因为如果你不做这一步的话呢，也可以修好也可以。那如果说我想让这个面的头发呢，这个位置不要太多的话，我们就可以用这一步动作去做，把这个角全部拉起来，把这个角去一下。好，那这样一剪完以后呢，这里就收得更厉害了。每一片头发都是一样，拿起来就可以了，就很随意的拿出一些头发，做一些这种大锯齿的分区，让这个头发的空间感更强烈一些。在那一侧去做到这个步骤就可以了。好，这里耳朵后面这里呢也是一样，拿出片的方式，拿起来。好，那这里呢它就会有很多这种收的效果，并且有一个很好的弹，就是回弹力。好，那我们再把头发放下来看一下，这步其实就很简单，就是想办法把内侧头发的亮感再拿掉一些。那看起来它这个这样一剪完以后呢，它这个位置呢，后脑勺这个位置呢，它就更加的立体感，就更加的强烈一些了。就后面这个位置，我们会看到从这个侧面来看的时候，这个立体感它就更强烈。好，这步是可以就这样玩的。那至于鬓角呢，如果说你觉得长的话，我们可以把这个鬓角再稍微的去掉一点点。因为现在我看来的话，稍微的长了一丁点，那我们可以再去一下。那同时也是一样可以留住它，不一定说一定要把这鬓角剪掉，同时也是可以留住。那我可以从这里开始也是一样，我们把这个地方头发呢，我们拉到90度以上，把这内侧角给它去一下，剪完以后放下来。那这里的鬓角呢，它也会短一些薄一些，不会看起来那么厚。再拉低角度，我们向前梳理，把前面这个角呢，我们可以再去一下，再把头发往后梳，把后面这个角呢再去一下，它这里就得到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这种短一点的鬓角的感觉，但视觉感它就会强一些。就是我们可以在一个剪好的这个饽饽的形态上，我们可以加入这种手法，去加强我们的视觉冲击力。那这样一出来的话，它的感觉它就更好一些了。它不管是从鬓角的一个美感上，还是整体的一个效果上，它的美感就好很多了。但是我们会看到刘海可能还要变一下。就我们可以去尝试着在这个原有的素材上加入一些改变，这是我们发型师经常可以去做的一些就是想法。它的一些轻微的改变，它会影响整个发型的感觉，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点啊。这边也是一样，我们也是一样的去拿起来，直接拉高就可以了。这种裁剪很简单，剪掉就可以了，一刀剪完以后放下来就是柔和的。再把这所有头发呢全部往前梳理，哎，再来一刀，再把所有头发呢全部往后梳理，好，再来一刀。这3刀一剪完，一个很漂亮的鬓角它就出来了。那后面这里建立一下，我们也可以稍微点一下。好，再把上面头发放下来。OK， 我们现在这样裁剪完以后呢，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整个形体，它是很柔和的感觉啊，包括后面这个感觉，包括这里的一个长度，它也不会觉得这里很薄。后面、侧面两侧，它都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高层次的一个头发。它平时呢也可以去夹到耳朵后面去，就是我们可以耳后一夹，哎，它这样也很好看。它不是那种就是说，只能剪出来很酷的，它也是有这种柔美的感觉的。平时的时候他喜欢戴大耳环，可以戴大耳环就可以了。那我们现在把它吹干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头发吹干完以后呢，现在就是一个非常好顺畅的一个感觉。那我们现在可以给它做一下点剪修饰。整个头发没有在修饰之前呢，我们会看到还是会有一些头发它是有点硬着的，那我们要做一下点剪就可以了。
把头倒过来，把每一片头发呢都是一样梳起来。那这个头发是不需要用牙剪，这种头发用牙剪打完以后，头发就很容易散掉，所以我们只需要去做一下点剪就可以了。全部拿起来以后，只需要稍微的点一下就好了。每一片头发都是一样，横向提升，做点剪就可以了。现在把这里去做柔和一些。好，这里也是一样，我们可以把上面头发的梳起来，看它去过角的地方也可以去点一下。这地方是我们去过角的，那一定要把这种地方呢多点掉一些。每片头发都是一样拉起来做点剪。这头发质我们会看到有点静电，所以我们其他的打薄我们基本上都用不着，就是用点剪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会看到这边修一下点一下这里呢，它就很顺畅了。中间这里也是一样，横向提升，微微的点一下。垂直进刀点剪就可以了。都是用相同的方式去做点剪。一定要慢，就我们还是要看到这种，有一些特别厚的地方，好好去给它做一些点剪。点剪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点到1/3，也可以点深一些，看发量来定。就我们要看到这头发剪完以后呢，是比较顺畅的。到这边，剪这种高层次对发质也有一定的要求，就带点自然卷，不是特别多的自然卷，剪出来会比较好看一些。但它的头发还是比较细软。等我们方法学好就可以了。方法学好以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做出很多种不同的感觉。好，这都是用相同的方式去做点剪。这里刚才去过角的地方，单独拿起来，再点一下。好，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来剪前区，前面的区域这里呢，我们可以稍微的处理一下，抬起来，眼睛闭上啊。只需要做点剪，这个头发柔和感就出来了，不用刻意的去给它去做很多飞剪啊、牙剪啊、滑剪啊，所有这种技能呢，都会影响到我们本身头发的一个质感。内侧这里也是一样，做起来以后呢，把内侧就点好就可以了。好，通过我们这样点剪完以后呢，我们会看到整个刘海区呢，它已经变得非常的柔和了。
它这边就不会有很重的印子，刘海区也松散上来了。我们等会儿稍微吹风吹弯一点点就好了。包括这种感觉，它也是可以去做烫发的。这里都是一样啊。自己刷。剪刀不要坡度摆太大，剪刀坡度摆太大以后呢，很容易会把它剪缺掉。对，每边刀都是横向提升，做点整就可以了。好，打一点点。它到我们要剪的位置上做点整就可以了。就一定不要像我们头发这种头发剪完以后呢，上面这里很宽，下面这里很薄，那就很丑了。它的上下的感觉它是一样的就可以了。整个光滑度，这种纹理感都有了。转一圈的时候，我们会看到它后面还是一个高层次。那我们电毛卷完以后呢，会有点微微的卷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最后的成品。